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面相学在古代就是一门重要的学科，在现代社会继续保持着一定的传承和影响力。今天来分享9种面相的人，贵气之相，情商高，贵人多，做事踏实，早晚必成大器。发际线高。相学中有一句古训，额头代表一个人的智慧与经验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饱满，通常意味着他充满理想，对人生有深刻的思考和详细的计划。再加上这种天生好运的面相，他总是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一般发际线高的人都对事业充满理想，对人生有思考计划的。发际线高，人中之龙面相之一，也就天庭发达、额头饱满的人，属先天运气好的面相，能在事业人生方面有贵人指引提携，所以成大器的人首选天庭饱满的。发际线高的人通常心胸宽广，只会关注那些重要的大事，对于一些琐碎小事，他们从不过问，更不会计较得失，因此他们从不会因为小事而困扰，甚至连自己吃了亏也会泰然处之，因为他们深知有舍才有得，关注的是更大的利益。发际线高的人头脑聪明，富有创造力和灵感，他们头脑中充满了各种有用的想法和创意。当别人遇到难题难以解决时，只需他们出面指点一二，就能让问题迎刃而解，因此他们备受信赖，他人愿意跟随他们一起行动。他们具备出色的领导才能，能够让团队达成目标，成就非凡。发际线高的人都是特别有正义感的，他们平时对一些小心机和小计谋都是特别不在意的，也从来不会去使用一些心机和套路。那么他们不管对待什么样的人或者事情，都特别的正直，只会用一些平常的方法去做事，也不会说投机取巧，刻意的去走一些捷径。发际线高的人平时特别喜欢交朋友，而且他们也会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助之手，所以他们的人缘特别好，也有很多人想主动和他们做朋友，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人，所以他们从来不缺朋友，就连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有人主动的去帮助。耳朵大而垂后。耳朵被视为人体肾气的外在体现，象征着聪明和幸福指数。根据中国传统观念，耳垂后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有福气的人，这个说法在相学中也有所解释。耳垂厚实代表着肾气充足，意味着这些人做事有干劲，有着成就的潜力。刘备被传说为人中之龙，其耳朵尤为宽大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耳大耳垂后的人通常主富贵，具有福气，事业上容易有所成就。他们的耳朵厚实，显示出肾气充足，表明他们可能具备高学识或善于积累生活经验。而耳朵高耸的人则往往具有高尚的心智和广泛的名声，能够在四方闻名。日月角凸起。所谓的日月角，在相学中也被称为父母宫，它位于左右眼睛的正中心位置，向上对应的左右额头部位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，通常在幼年时期会经历一些坎坷，父母的运势不佳，因此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成功。他们做事非常用心和投入，从而培养出某方面的特长，往往备受异性的喜爱，可以说是身怀绝技。在待人处事方面，他们也相对具有人情味，观察力强，头脑冷静，富有远见，因此他们在事业上必定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。这种面相的人往往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展现出出色的表现，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。眼皮内双。眼睛是内心的窗户，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情感、性格和品性。眼皮内双的人通常性格比较沉稳内敛，话不多，但做事非常踏实，是典型的内秀之人。他们不喜欢张扬自己，但在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钻研精神和坚定的意志，勇于面对困难，做事十分细致。在感情方面，他们表现出深情温和的一面，善于用心经营感情。由于内敛的性格，他们更适合从事需要专注和深入思考的工作，例如研究领域。在事业上，他们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，但由于不擅长领导和表达，可能不太适合担任领导职务。鼻若悬胆。鼻若悬胆形容鼻梁高挺，鼻翼丰满，鼻头圆大丰隆，状如猪胆倒悬。这样的鼻相通常代表着理智、智慧和坚定的性格。这些人思维清晰，具有强大的思考能力和规划能力，对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。他们为人忠厚诚实，真诚对待他人，意志力坚定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勇于承担责任。
他们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目标，不懈努力，最终取得成功。此外，他们身体健康，擅长把握机遇，在40岁之后，往往能够迎来事业上的大发展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侧脑骨隆起，富贵相，有别于耳根骨的位置。侧脑骨位于耳尖上边头骨的两侧，这个位置与智慧直接相关。丰隆而起，其人聪明仁慈，有正义感，能够临危不乱，随机应变，一生事业有成，富而守财，贵而清正。6. 下巴丰圆，下巴被俗称为地库，在相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象征着个人的福禄、晚年运势以及家庭状况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与其面相和嘴相相配，且呈现丰厚圆润的特征，圆脸搭配圆下巴，方脸匹配阔下巴，都被视为吉象。这种丰润的下巴象征着富足和安定，这样的人不仅能够享受到优越的生活条件，还会得到配偶的深爱和尊敬，家庭和睦，生活幸福美满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可能会不断提升，晚年更是可能成为社会上备受尊敬和拥戴的人物，享有德高望重的地位。这种下巴形状的人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都能取得良好的成就和地位，是富贵吉祥之象。7. 脚底长毛，脚底长毛的人实属罕见。古人有云：脚底长毛，皇帝命。这种特殊的体征常被视为贵人相，特别是在靠近脚心的位置长有毛发的人，通常具备极强的精力和干劲。由于天生拥有充沛的活力，他们对待工作总是充满热情和努力，即便面临在艰巨的任务，也能凭借坚韧的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困难。因此，他们在处理事务时常能游刃有余，驾轻就熟。这样的人往往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，并在社会中崭露头角，成为富甲一方的人物。他们的成功不仅源自于天赋的精力和毅力，更是因为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以及不畏艰难的精神，这使得他们成为了贵人眷顾的对象，走上了通往财富和成功之路。8. 眉角上扬，眉毛尾端向上飞扬，又浓又厚，这样的眉毛被形容为扬眉吐气。拥有这种特征的人通常天生具备魄力，他们做事果断有力，决心坚定，行事严谨，不轻言放弃。由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，往往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，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标。这样的人具备较强的原则性，他们在处理事务时往往遵循着一定的准则和规范，不会轻易妥协或违背原则。这种稳健和坚定的态度，使得他们在职场和生活中能够走得更远，更容易取得成功。总的来说，拥有眉毛尾端向上飞扬的人，往往具备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成功的发展前景。9. 手掌厚实有肉，手掌厚实的人通常被认为在一生中财运较为旺盛，这样的手相特征象征着财富的稳固和持久，预示着这类人有着良好的财富积累能力和财务管理技能。由于手掌的厚实，他们往往能够吸引财富流入，并且能够有效地保存和增值自己的财富。这些人通常具备较强的赚钱能力，他们勤奋努力，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获得丰厚的回报。由于他们的财务状况较为稳健，因此在生活中很少会为钱而感到焦虑或发愁。即使遇到经济上的困难，他们也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品质度过难关，最终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和生活的富足。面相人必成大器，在古代就是人们对于面相学观点的总结和判断，而这个观点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因此，相信了解这些5种面相人必成大器的朋友们，在寻求个人成长和职场发展时，可以从面相方面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独特优点和潜质，更好地发掘自己的潜力，成就职场佼佼者，成为成功的大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本身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，应该是发展得很好的，因为中年时期，一个人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字眼以及比较多的经验了，因此其自然是会更能够懂得应该如何给自己带来财富的。但是有的人却到了中年反而倒霉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人的面相。1. 眉毛粗硬腻长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眉毛长得粗硬腻长，则这样的人性格非常的粗暴，做事非常的急功近利，肝火过盛，但是目光短浅，做事容易冲动，属于别人一惹就会闹的人。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事业运势都会比较差，容易走极端，属于做什么都会倒霉的人。
所以注定赚不了啥大钱，事业终究会失败，也没有啥大的成就，日子过得比较辛苦。2. 鱼尾纹杂乱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鱼尾纹处的纹路长得非常的杂乱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操心的命，大事小事烦不完，钱赚得少，整日没有清闲的时候。而且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很难有大的出息，把过多的时间都浪费在小事情上面了。而鱼尾纹向下耷拉的比较明显，为不吉之象，中晚年的运势比较低迷，若是行商破产的几率也会比较大。3. 鼻梁处有竖纹。鼻梁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的赚钱的气势等，若是鼻梁处有竖纹，鼻梁塌瘪，则这样的人事业不顺，遭遇的波折挫折比较多，尤其是先前没有而后有，则表示最近一定破财，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争，与身边的人常常争执不断，常常有经济纠纷，甚至会有官司缠身，一旦破财就是大的损害，想要翻身就会非常的困难。而好的鼻相一定要鼻梁挺直，鼻头有肉感，能赚钱能存财，注定富贵。4. 法令纹入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入口，在相学中又被称之为腾蛇入口，属于破口相。在相学中，主饿死，现在的诠释则是会因罹患消化器官之病变而影响饮食，平时少抱怨，摒弃诸多恶习，提倡勤俭节约，必然能够转运。若是法令纹和嘴角纹垂直相交，财富折损，穷困潦倒之象。5. 额头过于平坦低矮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早年运势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部位过于平坦或低矮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智力有限，心胸不够宽广，考虑问题只看眼前，目光非常的短浅，而且出身不好，从小家庭环境就比较差，无法从父母处获得太大的助力，凡事都只能靠自己努力，而且贵人运也比较差，缺少贵人赏识和体贴，年轻时事业上总是磨难重重。6. 下巴部位过于尖锐。想学中将下巴又称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、工作运和蓄财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过于尖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自我主义，眼里只有自己，很少会为他人考虑，想法很多，但是却不会付诸行动，事业上难有太大的作为，而且老年时容易体弱多病，无亲无靠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家庭生活不够幸福。7. 鼻翼纤薄，鼻孔外露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，鼻翼代表着财库大小，鼻孔相当于财库的大门。如果一个人的鼻翼纤薄且鼻孔外露的话，此为财运衰败之象。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投资理财能力较差，心思单纯，没有什么想法，判断能力比较差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约，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积蓄能力比较差，导致财运慢慢下滑，收入下降，中年时容易遭遇钱财方面的危机。8. 门牙之间的缝隙较大。在相学中，牙齿为人的门户的象征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财运。如果一个人门牙之间的缝隙较大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无城府，说话非常的直接，不过喜欢信口开河，说法非常的不靠谱，也非常的不中听，容易得罪人，给自己惹来很多的麻烦和是非，做起事来没有原则，属于漏财散财之兆。与父母缘分较浅，容易发生争执和矛盾，对父母健康不利。9. 山根低矮。山根即是鼻子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、事业、财运和人际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的山根部位过于低陷内凹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较为内敛和沉闷，性格方面比较的矛盾，自卑心较重，做事缺乏活力和热情，也不太善于沟通和交际，人际关系比较差，而且六亲缘分浅薄，遇到困难时身边缺少贵人相助，导致收入下降，事业不稳定，容易有中年危机，日子过得一团糟。10. 肩门坑洼。肩门在相学中国即是眼角后方靠近太阳穴的部位，也称夫妻宫，代表着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和感情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肩门部位低凹不平的话，则代表着感情运非常的不稳定，不论男女，容易与爱人发生矛盾和纠纷，感情上亦有第三者的插足，婚姻情感方面非常的不稳定。所以相书中也有着肩门低陷，常做新郎的说法，婚姻不顺利，容易离婚多婚。11. 颧骨过于平坦。颧骨在相学中也称权力之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欲望、野心和领导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颧骨部位长得过于平坦的话，则无视，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内敛，整个人缺乏士气，给人一种非常懦弱之感，而且缺乏主见和魄力，做事总是犹豫不决，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喜欢抱怨，而且意志力不弱，做事缺乏坚持，遇到点困难就想放弃，
能力一般，在事业方面也是缺乏运气和机遇，想要成功非常的难。12. 双耳缺少耳垂。耳的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、不济和寿命长短。如果一个人的双耳短小，没有明显的耳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喜欢幻想，想法非常的不切合实际，喜欢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，对现实总是漠不关心，消极应对，做事缺乏理性，喜欢感情用事，非常的任性，做起事来缺乏规划性，平时喜欢铺张浪费，也没有迫切想要挣钱和理财的概念，金钱运不好，漏财较多。13. 眼睛昏沉。从眼睛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气神与财气等，若是一个人的眼睛昏沉，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表明，打不起精神，则这样的人做事总是喜欢虎头蛇尾，常常不能坚持到底，做不到有始有终，就算是有好的机会也抓不住，在事业上高不成低不就，没啥大的前途。这样的人非常不适合投资，逢投必败，尤其是在中年时期，非常有可能会破财天灾。14. 下巴有磕绊。下巴在面相中位于面部的下庭，主管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与拥有财富的能力等，而下巴代表一个人的田宅与房产、不动产的运势等。若是下巴出现磕绊，或是在下巴处有疤痕遏制，则这样的人财运非常不稳定，非常容易破财，甚至会因为一些个人利益而导致投资失败，甚至会危害到自己的财产。若是下巴处圆润，就算是有磕绊，日后也能时来运转，但若是下巴尖削，则一旦失败必定很难翻身。15. 眉毛稀疏。从一个人的眉毛处可以看出他们的脾气与性格等，若是眉毛长得杂乱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眉毛一样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脾气性格比较粗暴，容易会为了一点的小事情就与人发生各种争执与矛盾，人际关系处理不好，甚至还会平白无故的增加麻烦，常常会招了小人上门，各种的霉运不断，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利，估计到最后连自己的亲人也会全部都得罪光。16. 双眼无神。若是一个人的双眼无神，整个眼睛没有精气神，浑浊无光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睡醒一样，则往往这样的人呢，本事不大，能力不强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，都会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注定干不成大事，估计闹到最后只会赚取基本的生活费，干啥都就是给别人打工的命。所以这样的人命里无财，也没有啥大的本事，只会到最后越过越穷，最终是奔波一生，赚的都是辛苦钱。1. 北斗眉，富贵长寿。北斗眉的重要特征便是眉形宽厚而长，眉头圆润下垂，眉色黝黑富有光泽，眉尾长得整齐而略向下探。眉毛也称保寿宫，常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性格温厚，富有文采，特别的适合从事一些文职工作，一生运势顺畅，富贵而长寿。2. 狮子眉，中晚年发达。所谓的狮子眉指的是眉头齐整，眉毛的中心部位略微弯曲，而且眉形粗浓，眉毛尾部长得圆润而下探，整个眉形长得长而疏松。常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内心比较的正直，性格也比较的直率，做事光明磊落，人缘较好，属于长寿之相，尤其是中晚年时容易发达。3. 春心眉，婚姻不顺。春心眉的重要特征便是眉身细长，眉头和眉尾皆向下弯曲，整个眉毛看上去如柳条一般。常有这种眉形的人大多内心较为的贪婪，对待感情方面也比较的花心和多情，缺乏专一，总是三心二意，喜欢在外面沾花惹草，一生也难有太大的出息，婚姻很难顺利。4. 罗汉眉，晚年孤独。罗汉眉光听名字便可以知道其特征，这种眉毛的眉身较为短宽，眉形粗浓，眉尾下垂，这种眉形的人不仅看上去比较粗犷，内心也非常的凶悍。眉毛也称兄弟宫，代表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。这种眉形的人个性较为的好强，容易与人产生争斗，兄弟关系也不够和睦，一生较为的坎坷，晚年孤苦。5. 带剑眉，观送是非。所谓的带剑眉指的是眉头较为散乱，冲向印堂，也称眉头带剑。常有这种眉形的人大多个性不佳，脾气不好，性格非常的冲动，容易发怒，经常容易与他人发生口角和争执，使得兄弟关系也比较紧张，与父母的缘分也比较浅，让父母操心不断，容易惹上官司，严重者甚至会有牢狱之灾。6. 杂乱眉，贫穷困苦。杂乱眉的特征较为明显，整个眉毛看上去杂乱而硬直，如针一般，此为六害眉之一。常有这种眉毛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阴险，特别喜欢算计，做事狠辣无情，不留余地，容易给自己招来很多的祸端，一生贫穷而困苦。
7. 一字眉，文武双全。一字眉更容易辨认，此种眉毛的眉头和眉尾看上去整齐而清秀，看上去就像一字一般。常有这种眉形的人，一般兄弟缘较好，兄弟关系也比较的和睦，头脑机智，很有头脑，做起事来也非常的果断和正直，而且能文能武，富贵双全。8. 螺旋眉，兄弟反目。所谓的螺旋眉指的是眉尾处有螺旋状，这种眉形的人大多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比较糟糕，甚至还会反目成仇，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容易发生矛盾，人际关系比较的紧张，因此身边小人较多，容易遭到别人的陷害，在事业方面也缺少贵人的相助，一生多灾多难。9. 大扫帚眉，遭人厌烦。所谓的大扫帚眉指的是眉毛又浓又粗，眉尾杂乱散开，犹如扫帚一般。这种眉形的人一般性格冲动，脾气暴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人际关系非常的差，容易遭人讨厌，在事业上常常碰壁，一生的运势不佳，最终难成大事。10. 吊丧眉，自私自利。吊丧眉的重要特征是眉毛的位置后方朝下，超过双眼的长度。常有这种眉形的人大多内心比较的贪婪，而且色心很重，将男女之事看得较重，难有什么大出息。不过如果面部的其他乡里长得较好的话，看上去就会显得很有威感，特别的适合从政，能够获得不错的地位和收入。11. 八字眉，个性狡猾。八字眉的特征比较明显，整个眉毛的眉头部位上吊，而眉尾部分平直向下，或者是眉尾分叉散开成八字状，因此称为八字眉。这种眉形的人一般心胸宽阔，很有度量，而且有胆有识，做起事来也比较的努力，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。不过这种人大多比较狡猾，为人处事方面缺乏真诚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，尽量还是远离为佳。12. 交连眉，奔波劳碌。所谓的交加眉指的是眉毛的尾部分叉明显，上下之间处于空白状态，或者是两眉相连侵入印堂。常有这种眉相的人大多缺乏理性，考虑问题比较的极端，做事总是犹豫不决，缺乏魄力，而且耳根子比较软，容易听信谗言，没有什么主见，最终也难有什么作为，一生劳苦奔波。俗语男看鼻子女看嘴，一生富贵少是非是啥意思？长见识了。爱因斯坦曾说，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外貌，侯凤宇也说心灵美比外貌美更美丽。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我们也大都知道，以貌取人是有失公允的，甚至会造成人与人交往之中的偏见，危害一段亲密关系。可在中国古代，一句俗语却被流传至今，奉为真理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男看鼻子女看嘴，一生富贵少是非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在唯物主义盛行的今天，还会有这么一句俗语教导我们仅凭面相就断定人的命运呢？第二，男看鼻子女看嘴，一生富贵少是非。跟如今社会漂亮好看的人总是容易得到大家的关注和信任，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受优待的情况一样，在中国古代，长得玉树临风，气宇轩昂的人也更能获得别人的青睐和宽容，从而走向人生的高峰。在古代社会，入朝为官的条件之一便是五官端正。一方面，能否在朝廷为官和皇帝的主观意识有一定关系，长得丑陋不堪的人自然很难得到皇帝的垂青，授予官职。而另一方面，文武百官也是朝廷的颜面，五官不端正的人实在难堪重任。众所周知，清朝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出名的美男子，但能在皇帝乾隆的眼皮底下作威作福，称霸朝廷那么多年，除了他阿谀奉承、能拍马屁的原因外，和他的颜值也确确实实有着不小的关系。因此在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的大背景下，对于男子的容貌要求极为严苛。而在中国古人看来，鼻子常常是一个男子最重要的五官之一了，因为它位于五官的正中央，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、气质形象。在古代，男子拥有一个挺拔好看的鼻子，不仅意味着这个男子容貌优越、气质不凡，更被人看作是品质高洁、吉祥富贵的象征。与之相反，如果一个男子的鼻子平塌普通，常常会被认为卑鄙无耻、阴险狠毒，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，更可能会影响仕途，从而走上贫寒凄苦的道路。而女子的容貌在古代就更重要了。中国古代是著名的封建男权社会，女性大都依附自己的丈夫生活。对于女子而言，不需要外出工作，也不需要抛头露面，只需要安安分分处理好家庭分内之事，和谐夫妻关系就行了。因此对于女生而言，长得不好、
就算能力出众，也很难能嫁得出去。就算能成功出阁，去了丈夫家里，也很可能会被丈夫歧视嫌弃。在大男子主义的旧社会，男人们自然不愿意自己的老婆长得不尽人意，因此长相不好的女生被嫌弃，甚至被休，从此凄苦过日的例子实在不算少。著名的就有钟无艳的事迹，虽然能力出众，却也难得皇帝真心。在中国古代，一般讲究女子要皮肤白皙，鼻子小巧，眼睛黑白分明，顾盼有神。假如能有一张樱桃小嘴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嘴巴小不仅意味着女孩子样貌可爱，也代表着这个女子不会去随意嚼别人舌根。在我们现在看来，那种天天八卦、无所事事的妇女也相当讨厌。在中国古代更是如此，大嘴巴的妇女喜欢抛头露面，能说会道，无疑让丈夫们非常不满。这些长舌妇们最后的命运也免不了被抛弃和背叛。我们现在说颜值就是正义，虽然带着调侃意味，但也的确说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对容貌的重视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我们自然也不能过分苛责那些喜欢漂亮容貌、追求完美容颜的人们，但是只看美貌，不管内在的陋习，在社会主义的现在，无疑应该被抛弃。而只因为人的外在相貌，就此评价一个人一生的命运，这种做法无疑也是封建社会带来的重要糟粕，实在不应该过分相信。看完了俗语男看鼻子女看嘴，一生富贵少是非，现在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？有没有长了一些见识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整个官人系统中，人脸被分为三庭六府，有句俗语是六府丰腴，一生富足。你知道是哪6个部位吗？什么是六府？常言道，一府就有10年的富贵，也就是说，一府成就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丰盈富裕。面部上前额左右眉毛的上方称为天府，左右两颧称之为人府，左右面颊两仪称之为地府。上2府代表青年时期的运势，中间2府代表一生的中年时期，下2府代表老年的命运是否富足。这就是面部中的六府。六府为两府骨、两颧骨、两仪骨。六府高强，有气有势，一生富裕。六府丰满，早年父母得力，耳垂饱满浑厚，是有才之人，易得贵人相助。一天府指的是两府骨自府角至天仓，也就是双眉尾上方部位。天府要丰满明润、宽阔饱满，并且对称，没有缺陷或露骨，没有黑痣糍粑，是为天府成也。天府成，能得祖产，能得长辈贵人提拔，青年运势顺利。天府的形态直接表现为太阳穴与颞部的形态，饱满的额头能表现出聪明灵气。但是如果天府不饱满、不平整，或者歪斜，或者两鬓角过窄，或者太阳穴塌陷较低，或者额头处偏尖，那就会显得大气不足。大气不足就不是贵相，代表早年运势不理想，常常会有自我挣扎的状态出现，享受不到祖上的福荫。与父母缘分浅薄，外出打拼没有贵人提携，早年时期运势一般。中2府，中2府为人府，自命门，也就是耳前至狐耳，也就是两颧骨，同样要肉厚坚实丰满，不粗不露，衬托着直耸的鼻子，是为人府成也。人府成主中年运势俱佳，家中有靠，平辈贵人多，人际关系良好。反之，中年运不顺，喜欢到处表现自己，不喜欢给别人机会。而这种人的事业上，由于性格的原因，总是会招惹小人，从而得罪他人，跟别人发生口角之争，会让自己的人生只走下坡路。下2府，下2府也称地府，自腮骨至地阁，包括地库部位，丰满圆厚，配合着下巴，不尖不削，而且腮骨不能突出，这就是地府成也。地府成主老运顺畅，妻贤子孝，得晚辈、子女、部属之注意。反之，下2府肉薄而无事者，缺乏财运，一生辛勤劳碌，事业难有成就，晚年辛苦。所以如果6府都丰满隆起，有气有势，像6个钱袋子一样饱满丰隆，则代表一生运势顺畅，非富即贵。反之，若6府肉薄凹陷，无气无势，则一生辛勤劳碌，财路浅薄，晚年辛苦。大家的6府是否丰腴，一生能否富足呢？当然，只看这一点就判断一生的富贵当然不足。相学中还有很多俗语可以判断人的命运，我们了解一下还有哪些俗语吧。耳大福寿全，比小富贵难。传统医学认为，肾开窍于耳，肾是身体藏精蓄锐的地方，它的好坏显露在耳朵上，所以
老话讲，耳大长寿，所言非虚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耳朵是我们的听觉器官，它的作用在于接收世间各处的声音。耳大的人善于听。伏尔泰说，耳朵是通往心灵的路。这个时代比会说更重要的是倾听。犹太人是聪明的民族，他们的聪明也表现在会倾听上。马云有一次参加纽约的酒会，在酒会上碰到了一位互联网安全工程师，对方给他讲述了有关网络营销的话题。在酒会结束时，工程师对酒会主人说，马云先生真是一位出色的实干家，他是我见过最有魅力的一位。但事实上，在交谈过程中，马云几乎没有讲话，而是做了一个优秀的听众。他用倾听迎来了好感，他的素养也征服了一大批优秀的人，与他一起在互联网的浪潮里披荆斩棘。犹太商人经营成功的秘诀不在于滔滔不绝地说，而在于认真地听，能够在聆听中发掘客户所带来的无限商机。上帝创造人时给了一张嘴、2只耳朵，就是要让我们多听少说。倾听是一种温暖，亦是一种力量。能够耐心听人说话，懂人言语的人最是动人。耳大福寿全，善于听话的人更有福气。古人说，山根折断印堂低，女克丈夫男克妻。山根指的就是鼻梁，鼻梁位于人五官中间的位置，鼻梁的高低影响人五官的轮廓。古人认为，山根挺拔，相貌中正；山根折断，鼻子小，是没有福气的象征。鼻子是嗅觉器官，它的作用在于闻，闻也有博闻、见闻的意思。鼻子是五官最突出的部位，眼界的宽广亦是一个人最值得凸显的魅力。缺少眼界，井底之蛙，难有大显身手的时刻。当一个人只走在山脚下，又怎么去触碰顶层的星光？古时有个笑话，3个老汉围在墙角烤火谈理想。挑粪的老汉说，我要当了皇帝，我就下令这条街东面的粪全部归我。砍柴的老头不屑一顾地说，我要是皇帝，就造一把金斧头去砍柴。讨饭的老头的听完哈哈大笑，说，你们真傻，当了皇帝还要干活。我要当上皇帝，我就天天围在火炉边吃烤红薯。这个笑话让人啼笑皆非，起点不同，又怎么能相提并论？眼界不在同一高度，衡量世界的水平依然不同。眼界越高，越能成就大的事业；眼界狭隘，注定是围着火炉吃红薯的命。2. 娶妻不娶颧骨高，嫁汉不嫁连眉梢。提起这句俗语，我们或许就能够联想到一个先秦时期的典故——伯乐相马。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，在战争中，马匹的战斗力往往是起到最大的作用的。也正因如此，当时的人们对于马匹的需求是非常大的，而越是基因优秀的马匹，就越得人们的喜爱，由此也催生了相马师的产生。而伯乐一词，也就是这时候有的。相传在当时以伯乐为代表的相马高手，他们能仅通过马的外形来分析，就可以分辨出一匹马的优劣。更有甚者，会直接看透一匹马的神韵，并通过神韵分析马的好坏。而相术与相马便是十分类似的学问，只不过一个看人，一个看马而已。在古代社会，女子地位低下，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附属关系，而男子娶妻也多是希望妻子能够恭顺贤淑、知书达理，而不是不懂世故、性格泼辣。而再来看俗语的前半部分，娶妻不娶颧骨高，在古代人看来，拳同拳，女子若是生的颧骨过高，除了难免会显得面相刻薄外，或许女子的性格还会十分强硬。而这样的女子绝对不是夫家要求的那一类人，自然娶妻时不娶颧骨高的女子。而再来看嫁汉不嫁连眉梢这句话，连眉梢其实指的就是眉毛连成一条线，也就是面相学中通常所说的交连眉。而这实际上也并不能代表什么，但是这样的长相在以面方口阔为美的古代，就属于不太靠谱的那一类。女子嫁人也是一桩大事，自然女子也会尽量挑选好的夫婿，而不选择连眉梢的男子。按照古人的识人数而言，相由心生是大家要注意的问题。古人认为，长着高颧骨的女人以及长着连眉梢的男人都不能作为择偶的对象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很多高颧骨的女人，亦或是连眉梢的男人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面相学中所说的那样克夫或性格扭曲。实际上，这就是新时代新气象。而一个人的性格或行为，则多与后天环境有很大关系。3. 男看鼻子，女看嘴，一生富贵少是非。有些相面相关的知识，
古人融入俗话中，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传唱。例如今天要讲的这句“男看鼻子，女看嘴，一生富贵少是非”，这句俗话字面上的意思非常好理解，意思是男子在相貌上主要看鼻子，而女子在相面上看主要是看嘴。男子有个好看的鼻子，女子有张好看的嘴，那么便会一生富贵少是非。首先，古人认为鼻子和嘴都是位于面部的中间位置，因此在相术中非常关键。如果男子拥有一颗挺拔的鼻子，整体上看面部轮廓比较锋利，看起来会比较协调。同时，古人认为鼻子代表着一生的财运，如果鼻子比较挺拔，那么也是富贵相之一。相反，古人看女子的相貌主要是看嘴，在古代，女子如果拥有一张樱桃小嘴，被认为是一种美。白居易晚年时就曾写下“樱桃凡素口，杨柳小蛮腰”，称赞她的两个美丽姬妾凡素与小蛮。古人认为女子拥有一张樱桃小嘴是娇羞和美丽的象征，这样性格的女子很少会去惹是生非。相反，如果一个女子拥有一张大嘴，与之对应的性格将会大大咧咧，如同河东狮般，这样的性格自然会惹是生非。男看鼻子，女看嘴，一生富贵少是非。这句俗话其实应该理解为，男子拥有挺拔的鼻子将会荣华富贵，女子拥有樱桃小嘴将不会惹是生非。面相和手相都是前人所累积下来的成果，不管你是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传统面相与手相都是古人统计流传下来的结晶。命运一直都有它的神秘性，也是人生最难预测的。每个人的命运都很难掌握。我个人认为，命运虽然说很难掌握，但是一个人一生的运程起伏、成长发展的趋势多多少少还是能够了解的。前提是你要通晓阴阳五行，通晓阴阳五行就把握人生的运势，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不过人生发展好坏与否，钱财收获多寡与否，更多的还是依靠个人的努力和改变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